立陶宛总理啊，实在是憋不住了，又出来表态了。就在前2天，2026年的2月3号，那个新上任没多久的女总理叫什么英加卢金涅内，又出来哭惨了。她在接受波罗的海通讯社专访时啊，那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说了一句特经典的话，我听了都想给她鼓掌啊。她说：“我们立陶宛呀，就像是个傻大胆。”一头撞在了飞驰的火车头上，结果吃大亏了。嘿，你听听啊，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火车不知疼。咱们先说说这位女总理的忏悔录啊，那叫一个苦哦。这位卢基金的大妹子啊，与其说是在接受采访，不如说是在搞战后心理重建。她主要说了3点啊。第一点，她说改名呢是个坑。把台北代表处改成台湾，这是个战略级的脑残决定。这个事啊，干得太鲁莽。事前呢，也没有跟美国干爹啊和欧盟大表哥商量，自己就把这雷给顶了。要我说，这哪是坑呀？这就是立陶宛自掘坟墓吧。当初啊，为了给这个美国啊拿投名状啊，非要伸着脖子去踩中国的红线，现在知道疼了。说白了，你就是那个拿着火把进弹药库的二愣子。你想炸别人，结果呢，先把自己给炸飞了。还是第2点啊，他说没人领情。本来呢，以为冲在最前面当炮灰，能换这个西方的鲜花和掌声，能换来美元和欧元。结果呢，他说世界并没有赞赏我们，压根儿没人搭理我们。炮灰还想要掌声，做梦呢！在华盛顿那些老狐狸眼里啊，你连个棋子都算不上，顶多吧算是个压力测试工具。人家就是想看看中国怎么反击。现在数据测完了，你这块废铁也就该进垃圾桶了。还是第3点啊，他说走进死胡同了。立陶宛现在的利益呢，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最后呢，这位大妹子还挺天真的，说正在努力啊，采取小步骤，比如说给北京写信，还感叹说：“哎呀，让时光倒流太难了。”哎呦喂，我就想问问啊，你是政客还是写童话的？还时光倒流？你想的不应该是时光倒流啊，你应该先搞清楚，你那脑袋上撞的大包啊是怎么来的？虽然你现在吧是公开认错了。可是我看你这个眼神儿还是迷茫的。你知道错哪儿吗？你光知道疼了，光知道钱包瘪了，可是你那骨子里那股子被利用的奴性，我看是一点没改。咱们来算算立陶宛这几年为了反华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可不仅仅是数字，这都是立陶宛老百姓的血汗钱啊。那上次呢，咱们已经聊过了，这一期吧，大概的提一嘴啊。首先就是最大的金主没了。以前立陶宛跟中国做生意那多顺畅啊，现在好了，90%的对华贸易量直接归零。其次，生命线断了。立陶宛有个港口叫什么克莱佩达港的，以前可是波罗的海的明星港口啊。本来指望着中国投资扩建升级，变成物流枢纽。现在呢，那一带一路的中欧班列直接绕着立陶宛走，根本不进站。光这一项物流枢纽的红利1年就费了10亿美元，再加上这个贸易损失的5亿美元，这1年下来就是15亿美元的窟窿5年下来是多少？那是天文数字呀！再看看那帮画大饼的当初这个台当局那个热乎劲儿承诺说给12亿美元投资，结果呢，5年过去了，到位的连1/10都没有。那个所谓的台湾代表处那就是个骗吃骗喝的幌子。还有美国和欧盟当初喊着我们要团结，现在一看立陶宛这烂摊子那是避之不及啊。德国的且是最精的一看这地界被中国长臂管辖了，赶紧撤资，连夜扛着火车跑了。现在立陶宛是个什么光景？2025年债务规模飙到了737亿欧元。标普和穆迪这2家评级机构早就把立陶宛的信用评级给降了。这就意味着立陶宛现在想借钱过日子得付高利贷的利息，
国内那是失业率暴涨，企业赔罪倒闭，老百姓的日子苦得跟黄连似的。这就叫听了美国的话，只有讨饭的命。咱们看这出闹剧是怎么开始的。说实话，2020年之前吧，这立陶宛的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那一年的境外债都清零了。可是坏就坏在出了个败家子儿，外长兰茨贝吉斯。这个家伙我不得不骂两句。他爷爷当年就是这个苏联解体时的急先锋这一家子那是祖传的美国代理人。2021年那个时候还没有俄乌冲突呢，这帮人就闲不住了。5月份，兰茨贝吉斯突然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的17+1合作机制，理由是特别扯淡说这个机制分裂了欧盟。紧接着呢，总统瑙塞达也跳出来拒绝中国投资港口，理由是国家安全。嘿，你一个小破港口装什么大尾巴狼？那个时候呢，他们以为只要跟中国翻脸，美国和欧盟呢就会拿个大把的钞票来填补空白。于是7月中旬，立陶宛那更是胆大包天的去触碰中国红线，同意挂牌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中国能忍吗？外交部直接宣布召回大使并让立陶宛大使滚蛋。这就等于告诉你咱们断交也就是一步之遥啦。可是那个时候立陶宛那帮政客正上头呢，觉得自己呢是民主斗士。10月18号那天这块破招牌就正式挂上了。美国那边呢，布林肯派了个副助理国务卿过去打气，说你们有权这么做，我们美国买你们的农产品。各位，这可是个大笑话5年过去了，美国连立陶宛的一瓶酒、一斤粮食都没买，这就叫口惠而实不至，把你忽悠瘸了，他卖拐去了。中国这回可是真动了怒咱们不动刀不动枪，咱们玩的是降维打击。先是立陶宛的货物在中国港口无法通关，紧接着中国放个大招，跨国公司只要你们的产品里用了立陶宛的零配件，中国一律拒收。这招那是真狠这就叫隔山打牛。德国的大众宝马一看，我去，为了一个小小的立陶宛丢了中国的市场，那不行。于是12家德国巨头直接跟立陶宛断了联系，撤资毁约跑得比兔子还快。立陶宛的供应链瞬间就崩了。这个时候立陶宛急了一会儿呢跑去这个欧盟哭诉一会儿跑去 WTO 告状。那个95岁的前总统阿达姆库斯都看不下去了，出来喊话，你们是不是傻呀？小国去掺和大国的事儿，那是找死。可是那个时候兰茨贝吉斯这帮人正跟布林肯称兄道弟呢，哪里听得进去？最逗的是那个朗姆酒事件，一船立陶宛朗姆酒2万多瓶，在这个海上漂着没地儿去。最后抬当局那是咬着牙买下来了，还号召大家喝民主酒，一瓶不到400台币，那叫一个寒碜你说你一个国家沦落到靠卖2万瓶酒来刷存在感，丢人不丢人再后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了，立陶宛那是彻底疯了切断跟这个俄罗斯能源线，切断电力，结果呢通胀率直接起飞。这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2024年10月立陶宛大选，那个执政的祖国联盟惨败，输的底裤都没了。社会民主党上台，本来新总理帕卢茨塔斯呢想缓和关系说那是重大外交错误，结果呢这哥们儿手脚不干净，2025年8月因为这个腐败案辞职了。于是这位行政经验只有8个月的大妹子英加卢吉涅内就被推到前台。说白了，他就是来背锅的。他想改，想跟中国和好，可是那个总统瑙塞达那是个老狐狸虽然他也说想修复关系，但是他跟总理不是一条心的。那块台湾代表处的破牌子没有总统点头，总理摘不下来。这俩人吧，现在是府院之争，互相扯皮。其实心里面都明白那个牌子是死路，可是谁也不愿意先低头
都想拿着破牌子呢跟中国讨价还价。哎，就你还讨价还价？中国的主权问题那是能拿来做买卖的。立陶宛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是欧盟的恢复基金，可是那个钱吧，到2027年就没了。也就是说，留给立陶宛躺着吃救济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们才这么急，轮番的出来喊话。一会儿求和一会儿威胁施压，这凶巴巴求和的样子简直能把人给笑死。那对于立陶宛这次的认错，咱们中国是什么态度？那是相当的有范儿。2月3号他们道歉咱们愣是晾了他们整整3天。这个72小时的沉默比骂他们一顿还难受。这就是大国的定力直到2月6号，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才出来回了短短2句话。第一句，大门始终敞开；第二句，尽早纠正错误。大白话就是门是开着的，但是你得先把脚底下的屎擦干净再进来。那个台湾代表处的牌子不摘，那个名字不改，你道歉1万遍也没用，必须要有物理层面的动作，光耍嘴皮子不好好使。这事吧，震动最大的其实不是欧洲而是8000公里外的日本东京。你猜怎么着？日本那帮右翼政客比如这个高市早苗那帮人现在正坐在针毡上呢。他们以前呢一直拿这个立陶宛当榜样说你看小国都能硬杠中国，咱们怕什么呢？现在好了，榜样倒链而且呢是以这种跪地求饶的方式倒的。这对于日本那帮子想搞反华包围圈的人来说那就是心理核爆看着立陶宛现在的惨状，日本商界都在哆嗦，连那个冲得最猛的傻大胆都承认自己被火车撞残了。日本难道想当下一个测试中国列车硬度的人吗？这事说到这儿，道理已经很明白了。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想换个说法，弱国没有任性的资本。立陶宛用4、5年的时间，用几百亿的真金白银，给全世界演了一出叫被遗忘的耗材的荒诞剧。他用自己的血泪证明了一个铁律：当一个小国试图拿大国的核心利益去赌博去换取别人的打赏时，他唯一的结局就是成为餐桌上的一道菜，而不是餐桌旁的食客。那位卢吉尼内总理的眼泪不值得同情，因为那是赌徒输光了底裤之后的悔恨，而不是真的觉悟。这不仅仅是给立陶宛的教训更是写给东京、写给马尼拉，甚至写给大西洋彼岸某些人的一份备忘录。别惹中国因为那个后果呢，你们真的付不起。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